苏家逆女苏月宁，生于不祥，长于悖逆。今日当着列祖列宗之面，细数你的罪孽。罪一：镇宅玉府失窃，唯你独入密室，玉府当即失踪，动摇苏家根基。此罪你可认？白有夫，我没有。我进去时，玉府还在紫檀匣中，擦完牌位，我便立刻退出，怎会？闭嘴！证据确凿，岂容你狡辩？看来不加第二条罪，你不死心。罪二：你出生便克死生母，祖父缠绵病榻，皆因你命格带煞。如今还将煞气染指镇宅之宝，妄图毁掉苏家100年基业。又是这些，说了10几年，你们就这么想我死吗？此女命煞冲撞家宅，又行偷窃之举，按族规帮严惩。我已做主，将苏月宁许配，今夜便送过门。但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现城西陈家独子病危，需亲事冲喜。我不嫁，那玉符不是我偷的。爷爷他知道我是清白的，你们趁他病重，就这样颠倒黑白吗？人板不灵，由不得你。今日你们逼死我，来日真相大白，看你们有何面目去见苏家列祖列宗，有何面目见我爷爷？滚出去！命杀，全是狗屁，是你们的冷血与算计，把我逼到这般境地。苏振邦，诸位叔伯，你们逐我出门，断我生路，今日之辱，他日我必100倍奉还。不能睡，不能在这里睡着。谁在那儿？鬼，真的有鬼！这是。镇宅玉符上的云纹，他是谁？摸到了，陈记药材，城西陈家，那个病秧子少爷的家。结束了。刚才难道是那女鬼死前最后所见？原来我不是灾星，我看见的是旁人看不见的真相。死丫头，总算肯出来了！谁准你睡在这鬼楼里？我不管你是谁，醒了就滚！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阿嫂，我只是避雨，天亮就走。避雨？你大伯父早派人传话了，陈家急着要人，让你乖乖去冲喜，别想在外躲着。苏家不要你，陈家等你冲喜。你一个姑娘在外能活几日？听劝，乖乖去陈家，或许还有活路。我的事儿不劳阿嫂费心。酒不吃吃罚酒，这房子我说了算。现在立刻滚出去，不然我叫人抓你。阿珍，算了，
你让她一个姑娘家去哪儿？林伯，你少管闲事，这可是苏家的意思。再说这楼死过那么多人，万一他招来不干净的东西，连累我们怎么办？但你也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呀，给他一条活路吧。就是他！你们俩把他东西扔出去，把人撵走。阿珍嫂，你说这房子是你的？当然是我的，我说了算。我倒要问问，你拿得出这楼的房契地契吗？3年前出了命案，房子早被警察收了，你凭什么说这是你的地盘？又凭什么赶我走？你口口声声说是苏家让你赶我，苏家给了你多少好处？还是你根本在假传旨意，另有所图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没凭没据就别在这儿演戏。我自然会走，但轮不到你来赶。再纠缠，我不介意去警厅理论，看是谁在强占官产。苏家，今日之仇，我必一一讨回。就是他！我接到线报，他根本不是避雨，是躲事。他在屋里藏了见不得人的东西。搜，仔细搜，尤其是厨房那面墙，听说有人爱把尸块砌在里面。等等，你们不能这样，这是污蔑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找到了，墙是空的，有味儿。人赃并获，你好狠毒！大家快看这尸体，定是你杀的人藏在楼里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种杀人犯绝不能放过，一起把他送去警署，让他杀人偿命。等等，阿珍嫂，你右手指甲缝里有塑料布碎屑吧？你上个月是不是丢了件暗红色锦缎旧外套？你说什么？让大家看你的右手。再看这尸体攥着的是不是你衣服上扯下的布料？暗红锦缎外套。阿珍嫂，你确实有一件，之前还穿过，后来就不见了。你胡说，血口喷人！这么多布料，凭什么说是我的？是不是你的？警察一验便知。阿珍嫂，你反应这么大，是怕那布料上有你独有的缝补针脚吧？你说我昨夜或今早藏尸，看着尸体腐烂程度，早已死了1个多月。1个院街楼里谁在？谁有机会在墙里动手脚？是我干的，他骗我钱还打我不小心真的害了他。看他无依无靠，才想栽赃给他。苏姑娘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连她指甲缝那布料都一清二楚。我只是不想被冤枉死，有些事儿看见了就不能当做没发生，你说呢？月宁，这里是非之地，不宜久留。这些钱你拿着，离开香里岛，重新开始。林伯，多谢好意，我不想再逃了。苏家不要我，我便靠自己活下去。老天既然给了我这双能看见常人不见的眼睛，我便用它挣一条生路。唉，也罢，铜钱湾鱼龙混杂，却机会多，去试试吧。万事小心。小姑娘，
你真能看出老物件的来历？这是我家祖传的，我实在走投无路了。这碗确实是宝贝，只是并非表面的瓷，因为它真正的价值藏在里面。您看这里，这里面是空的。您看，金子，真是金子！姑娘，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神了，这都能看出来。瞧见没？铜钱湾出了个神眼识宝的能人。小姑娘，听说你眼光独到，这镜子是我昨天从乡下人手里收的，看着有些年头，我拿不准，你帮我断断来路。老板说笑了，您见多识广，既然让我看，我便尽力。这扳指和那日幻境中推人下楼的凶手所戴的一模一样。这镜子绝非寻常之物，或许还和我的眼睛有关。那风眼忌血，单是字面便让人不寒而栗。怎么样啊，小姑娘，看出点门道没？这镜子太邪门，绝不能他知道真实情况。老板，这镜子形制是老的，但锈蚀重，工艺粗，看包浆与磨损，只是普通民家日用镜。哦，只是普通旧镜，那依你看，值多少？这品相完好的也就500、600，你这面锈重还有冲线，最多300，再高就不划算了。300，小姑娘倒是实在。行，我心里有数了。这镜子我再琢磨琢磨，鉴定费多少？没断出什么特别，不收钱。真实之眼，可观过去，窥阴阳，通死物残灵。但此力逆天为常，每强行启用一次，必耗本源，折损寿元，不可善用。耗精损寿。这是……他这是在警告我。他知道我能看见，这双眼睛从一开始就是靶子。他到底是谁？小姑娘，昨天那面镜子我回去琢磨了下，总觉得不对劲儿。你再帮我看看，是不是我看走眼了？还在试探我？正好，我也想看看里面藏着什么。沉寂药材和之前布条上的字样一模一样。老陈，看什么呢？这破烂镜子有啥说法？小姑娘，你再看看这镜子，觉得该怎么卖？5000，不讲价。5000？你想钱想疯了吧？这是坐地起价呀！哈哈哈，5000，这镜子熔成铜料500都不止。我看你就是想讹人。脏手，别碰我的东西！你还敢嚣张？我看这东西就是赃物。老周，快过来！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苏姑娘，你这镜子有来源凭证吗？没有。那就只有喊警察来处理了。既然没有证明，那就先交由警局保管。无凭无据，就该扣下，交给警察严查。陈老板，您若真懂此镜，就该知道，他夜里会哭。你别胡说，我有事先走了。风眼忌血，沉寂药材，铜镜，你必须回到我手里。安静，都安静！现在公布一批来历不明、涉嫌赃物的货品处理决定。这面铜镜
摊主苏月宁无法出示任何有效来源凭证，现列为可疑赃物。大家都听清楚了吧？苏家丫头私藏赃物，按规矩禁入3年。慢着，这面镜子不是赃物，是沉埋百年的冤案证物。你们若不信，今日我便让他开口，说出真相。开口？镜子怎么开口？怕不是想拖延时间吧？好，你真能让这破镜子说出一个字儿，我跪着爬出铜钱湾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周叔，借桌上朱砂一用。以我之血为银。动了，镜子里有东西。这是陈氏灭门案。这镜子竟然真的存在！老周，这镜子不是赃物，它是揭开百年惨案的证物，不能交。这面摄魂镜，陈某愿出2万币。可以。这才只是开始。该一步步查清背后的真相了。宁姐，喝茶。这是我从林伯那儿讨来的好茶，屋子我都收拾好了，您尽管吩咐。我不缺跟班。哦。妖女开的档口，老子给你添点喜气，红红火火啊！你们干什么？不准动我宁姐的档口，滚开！小子，这儿没你事儿。你小子找死！给我打！那倒要看看谁收拾谁了。疼吗？不疼。从今天起，你跟着我，先帮我做件事，去查近10年所有登报命案，但凡沾翡翠扳指的，全部找出来。啊，老大，就查这个？我还以为……你以为是打打杀杀？那带扳指之手上沾的绝不止陈记一家血。我在镜中所见，或许只是开端。明白了，宁姐，我这就去。就算翻遍图书馆，也一定给您找全。风雨欲来，得先变风向。阿发，别让我看走眼。宁姐，晌午了，先垫垫肚子。林伯给的肉包还热乎。放那儿吧。陈老板送来的东西杂，趁白天光线好，我得先过一遍。这么多破烂，陈老板也真舍得。这能找出啥宝贝？有时宝贝不在显眼处，而是在被疏忽的角落里。玉符根本没丢，一直在他那里。原来玉符是大伯父藏的，他的真正用处根本不是保佑家族，而是和我这双眼睛有关。谁？
月宁，是我，没打扰你吧？有些事我觉得该让你知道。白天人多眼杂，不便拿出。这是我早年收旧报时偶然留下的一份简报。1953年某日凌晨，一女子在陈记药材原址临油自焚，当场身亡。火灭后，她以跪姿蜷缩，用血在地上写下4字：“还我眼睛。”陈记药材又是她，这女子是谁？没人知晓，案子最终不了了之。可我总觉得巧合多了便不是巧合，有些人活着比鬼还可怕，凡事多留心。林伯，若一个人能看见、听见旁人所无，他究竟是神，还是灾星？在这儿，不管是神是鬼，能活下去就是本事。活下去。可如果所谓的家，从一开始就不想让我活下去的，宁姐，这是啥意思？谁塞的？不仅知道我的生辰，更知道这双眼睛。麻烦主动找上门了。他们想引我去查那画像女子，让我一步步踏入陷阱。阿发，今天你看好当口，谁来打听什么都只说不知道。我出去一趟。这是祖坟禁地的镇物残碑，这是苏家祠堂密室阴阳锁的零件。阴阳锁是打开苏家真正秘密的唯一钥匙，供奉在祖宗牌位前，日夜有人看守。怎么会流落到这里？看来他们不仅知道我的秘密，还能出入苏家重地，这是有预谋的，针对苏家血脉的清除。爷爷笔记里有记载，能通过与被施术者有关联的物品，逆向追索其近期接触过的关键人物或景象。那是唯一能了解我眼睛的苏氏秘典外卷，里面有苏家许多秘术和古老禁忌。是他。阿发，帮我做件事，去所有人多嘴杂的地方，悄悄放个话出去。你就说鬼眼苏最近得了一了不得的老物件，是从某个百年大族里流出来的，感兴趣的都可以来预约看货。宁姐，咱们真有这东西？他们相信我们有，我们就有。记住，话要说的半真半假，留足想象空间。宁姐，我这就去办，保管让该听到的人一字不落都听到。烧了秘典，以为我就只能等死了？既然这样，我就把水搅更浑一些吧。月宁啊，你这又是何苦？有些陈年旧事，
除了弄得自己一身脏，还能有什么好处？林伯，有些事儿不是我想躲就能躲开的。我想查查过去一些比较离奇的案子，您有没有办法帮我找些卷宗、复印件看看？但你记住，看完立刻烧掉，一个字儿都不能留。我明白，林伯，谢谢您。沉寂药材，又是他。苏振邦，可1976年，苏振邦不过是个少年。苏家到底有什么手段？是有人扮成了苏振邦，还是……宁姐，您让我打听的事儿有眉目了。城西那个老公公坟场施工挖到了棺材，怪得很。棺材上写着苏昭荣，可里面是空的。最瘆人的是棺材内壁上全是手指甲的抓痕，空的抓痕。还有更邪门的，那棺材底儿老是渗出暗红液体，还有股怪味儿。工人们背地里都管那空材叫血泪棺。这个苏昭荣很可能是当年被活埋献祭的女子，而她被挖走的眼睛。阿发，准备一下，我们去城西坟场。啊，现在去那儿干嘛？开棺，我要亲眼看看那口血泪棺。有些答案可能就埋在那棺材里。找招字部，苏昭荣。这儿，宁姐。宁姐，这伪造签名，万一被发现，被发现再说。开棺检查需要直系亲属或合法代理人申请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。苏昭荣，这都埋了多少年的老坟了，你们这些后人现在才想起来迁？赵叔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家里老人临终前一直念叨，说当年匆忙，说没有留下一点太奶奶的物件。我们做小辈的，总想确这桩心事。行吧，开棺可以，但丑话说前头，这么多年了，里面啥样我可不管。看吧，我就说，估计早烂没了，哪有啥随葬品？这号码怎么感觉有点熟悉？这号码我一定在哪里见过。我的阴阳眼并非苏家血脉天赋，而是从苏昭荣那儿夺来的。玄书会星轨罗盘，阴阳双鱼，符号与残碑纹饰相似，这绝非普通商会或帮派。看到了，玄书会是以吞噬特殊血脉者壮大自身的老邪派，而苏家是替玄书会搜寻、圈养血脉特殊者的傀儡。镇宅玉符并非护族宝物，而是镇压苏家真实之眼宿主的镇眼。而待宿主力量成熟，便是玄书会吞噬收割之时。我是这代最强补器，被家族驱逐，非我为灾星。只因血脉过强，他们把我赶出来。为了方便日后将我当作上等祭品献给玄书会，原来
我不是被抛弃的废物，而是被金星放养以待宰杀的祭品。哦，对了，宁姐，您叫我。阿发，帮我再放个话出去，这次要更引人注目。就说鬼眼苏得的是一件百年望族流出的司祭重器，此物关乎某个大家族尘封的秘辛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办。司祭重器还牵扯百年望族秘辛，他能有个屁的重器？我看他是想钱想疯了，开始编故事唬人了。去给苏家递话，说他们苏家的孽障，在外拿着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脏东西冒充祖上秘宝。我看苏家那帮好面子的人还坐不坐得住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看那边好像是，小声点儿。搞什么？一块破木头牌子，这也叫重器？这木料，这雕工是清代大户供奉的规格，看这磨损，说明年头不浅了。此物却从苏家禁地而出，今日在场诸位若能说清此物用途，解明这八字含义，我分文不取，拱手相送。大胆逆女，竟敢窃取祖宗牌位，在此妖言惑众！看清楚了，此物经过合法公证，文书在此。若苏家认定此物归属你们，可以按商场的规矩公开赎买，底价10万港币。10万？你疯了吧？一块烂木头，我出10万。苏姑娘，此物10万，我要了。你敢跟苏家作对？苏管事，市场讲的是买卖规矩。苏姑娘手续齐全，公开叫价，苏家若想要，也可以出价嘛。跟他废话什么？把东西和人都给我带回去！苏大少爷昨夜在红楼夜总会输了8万港币，你是想体面回去复命，还是要我把这事儿传遍乡里港，让大家都见识你们苏家的家风？我们走。那是牌位只是引子，真正的火已经烧起来。看来有人想毁。宁姐，外面都在传苏家祠堂的事，说得很邪乎。咱们昨天那么一闹，苏家会不会……该来的总会来。阿发，帮我盯着铜钱湾一带，刘丽最近有没有异常，尤其是离奇死亡的事儿。宁姐，你是不是又预感到什么了？昨夜大火来得蹊跷，像是一个信号，预示着更凶险的局面即将揭开。号外！铜钱湾老楼有人坠楼！等一下，来份报纸，1个铜板。纸人替身。城西慈安殡仪馆。殡仪馆？宁姐，你是说这死人的事儿跟殡仪馆有关？这绝非自杀，纸人殡仪馆似有牵连。翡翠扳指苏家悬殊会，如今又多了种诡异的害人手段。阿发，去查清陈志彪的底细、家庭背景、近亲接触的人，尤其是否去过殡仪馆，接触过神婆道士。再打听下慈安殡仪馆最近有无异常。我这就去。祠堂火未泄，新鬼又现身。唉，
这次是纸人，下次会是什么？殡仪馆里究竟藏着什么？姑娘，死人的东西别乱碰，碰了是要还账的。昨天半夜，我看见这东西自己从焚化炉爬出来，往停尸房挪。早上我扫回来烧，还没烧透，碍邪性，得烧干净。经文，哇，这是反向替死阵。此阵以施术者精血为引，亡死者怨念为饵，炼成诅咒傀儡。傀儡索命后会重复死者死法，积聚怨煞化为高阶煞物，直指最终目标。守卫死者只是阵前祭品。陈志彪只是祭品，真正的目标是名单上的下一个人。陈志彪非自杀，乃被己身所坠楼，证据附上，这是搞什么？恶作剧吧？估计是哪个看多了鬼片的市民瞎搞。不过这图面做的还挺逼真。卓法医，你看看这个，虽多半是恶作剧，但舆论影响不好。你去现场再核查一遍，从专业角度给出能服众科学解释。明白，我会再做一次详细现场勘查与尸检复核。科学能解释绝大多数现象，解释不了的只是信息尚不充分。卓医生，网上那个视频，地上湿痕是楼上空调冷凝水长期滴落造成，老式楼房管道布局不合理很常见。至于纸人会动，烛灭受潮风干会变形，足以让这类简易物件位移。结论不变，所谓灵异，不过是想象力对未知的填充。以血为器，银耳残灵，玄如所见。哥，对不起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再这样下去了。赞。苏小姐，你说你是陈志彪的远房表妹，来娶玉佩。那你说说，他的玉佩长什么样？还有，你刚才在里面又看到了什么？竟要付出这般代价？想知道真相，跟我来。哥，
我都替你死了3次了。卓医生，让你的人先别靠近他。这是南阳带申劫的阵眼。先救人，把这木牌取出来。灯怎么灭了？心，纸人动了，想坏我，好事。真阳为引，血气为凭，敕令诛邪。朕。他暂时昏迷，生命体征微弱。纸人只是表象，阵眼不毁，魁胎不灭。他醒不过来，就算醒了，也不再是他。时间不多了。患者多器官衰竭，却无明确器质性病变，但是脑电图异常活跃。这种脑波通常只出现在什么情况下？多出现于强烈精神刺激或未知意识活动中。简单说，他身体昏迷，大脑却在剧烈活动。哥，这次换我来推你。那是，哥，这次换我来推你，不好，这是某种仪式倒计时。每段唇语都是纸人在替蔡小云演绎死亡场景，第7次完成，仪式便会彻底成功。卓医生，我要离开一下，在此期间，除了医护人员，任何人不得接近他。苏月宁，这虽然已经超出了我能理解的范畴，但我需要知道你在做什么。去找解决办法。如果我在第7次唇语完成前回不来，那么蔡小云就会完全被纸人取代。找到了。代身劫者，以血亲或羁绊身重者为引，立魁胎为本，七替其形，剑夺其神中一其位。破法之要，在7替未满之前，毁其本命魁胎，断其神形之链。本命魁胎是蕴含了施术者的精血和蔡小云语魄的核心人偶，一定被藏在阵眼深处。慈安殡仪馆地下层。从第1次唇语到现在已经过了近1个小时，现在最多只有3到4循环了，必须快点找到本命魁胎。不是他死，就是蔡小云魂飞魄散。7层封魂印，错不了，这就是本命魁胎。还给我！天有3奇，地有6仪，外请3清，镇压邪祟，镇魂阵，起！苏月宁，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卓医生，来不及解释了，快帮我挡住他30秒！要我怎么相信？这根本就是巫术！ICU 里躺着的那个女孩，脑电图呈现直线，可所有检查结果显示她还活着。等这玩意儿五官长得和蔡小云一模一样，他们俩的身份就会调换，她的魂永世困在冥界当替死鬼。
这段路粉是骨灰混着30年朱砂，专克阴物行路，他过不来。吴伯，这段路粉能挡多久？线的另一头连在蔡小云的心口，现在这根线正在把一切属于蔡小云的东西往这个纸壳子里抽。所以卓思月，你是要继续讲你的道理，还是跟我去医院救蔡小云？一个窥胎洞，100个阴物行，这地方本就是养尸地呀。蔡小云，你站在那里干什么？快回来！别过去！你看他的眼睛。现在控制那具身体的已经不是蔡小云了，你过去碰他，就等于把最后一个缺口送给对方。这纸人怎么在这里？他在变成他，这怎么可能？身份置换，南阳最阴毒的禁术之一，只亏吞进原主3魂7魄，就能顶着他的皮囊，替他活在这阳世间。至于原主，就永远困在阴阳缝隙里，当个替死鬼，等着下一个倒霉蛋来接替。仪式最后一步，一旦他们动作彻底重合，蔡小云就永远回不来了。乔云，你哥哥陈志彪不是想害你，他是被这邪术控制了心神，你不应该替他，替任何人去当替身。哥哥，这次换我来替你。求求你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只要让他再也不能打我，哪怕要我10年寿命、20年寿命，我都给。你哥哥只是被邪术控制了，按照这上面的方法替你哥哥，他就能恢复正常。你看到什么了？刚才你脸色白得像纸。不是偶然，蔡小云不是第一个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有人收集走投无路之人，趁其甘愿献尽一切时，用邪术将人炼为可控之魁。阴阳余玄，悬殊苍机，玄书会专食人间憾恨冤屈，以秘术置换因果，篡改命数。丫头，你撞破的这桩替身索命，不过是他们漫长餐桌上一盘司空见惯的小菜。现在，卓医生，你还认为这只是一起偶然的、利用封建迷信的凶杀案吗？还有人。蔡小云，你说什么？谁还有人？那个道士说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还有好多人等着被替换。名单，有一张名单。受害者称有专门作案的组织，可我报告里只能写嫌犯用南洋巫术连环犯罪，这结论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。所以，我希望你告诉我，你究竟是谁？我是苏月宁，一个被家族扫地出门的弃女，一个靠给人辩护糊口的江湖术士，一个恰好能看见真相的人。看见真相？我能看见的是痕迹，是强烈情绪、执念留在物件上、地方上，甚至人身上的痕迹。让他走吧，他今晚出现在这里，已经破了不沾因果的规矩。你好像很了解他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活得比大多数人都久，也看得比大多数人都清楚的守墓人。我需要证据，能写进档案，能说服法庭，能让我自己信服的证据，不是传说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。名单就是证据，找到他，你就能看到冰山一角。
又是代偿仪式，不对，这次的气息更阴险。苏月宁，你在哪儿？我刚拿到慈云小庙的搜查报告，地下发现大量非人类生物组织残留，还有类似虫卵的未知物质。卓医生，你相信蛊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见过那个活蛊容器，你说的那庙恐怕不是据点，而是孵化场。就是这里，蛊坛碑记。推开！求你救救我！我不想再杀人了，我不想再吃那些东西了。以血为引，以眼为线，邪祟！何方小辈敢扰我正骨？黑牛，速速听令！不好，真正控制他的来了！何方小辈敢扰我正骨？黑牛，速速听令！不好，真正控制他的来了！黑牛，我吞了它！警察，全部住手！月圆，再会。7个坛，要拿7个人来换。名单上最后一个是苏月宁。慈云庙、后巷、蔡家、龙眠地、苏家祖坟连成一个盗逆五芒，用5个点的阴怨之气供养最中间的那个。这里应该就是黑妞说的7坛里最后那座主坛。月宁，虫须的初步分析结果出来了，这东西含生物组织，光谱分析显示内部是极为特殊的同位素组合。数库比对显示，这种放射性特征大概率来自城西青山坳。那条因辐射泄漏被废弃的旧矿道。你说的矿道有入口坐标或结构图吗？据老矿工口述，矿道废弃前曾开凿过不少私人非法支项。我要进那条矿道，至少也要靠近被封死的入口。你疯了！那是永久隔离区，有官方禁令，擅闯违法，而且辐射超标，极度危险。卓警官，我们现有的线索都指向那里。你是想守着安全合法等月圆，还是闯禁区，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？我会尽力调阅所有档案，寻找遗漏的通风口信息。但苏月宁，你要明白，即便找到入口，那也意味着……我知道，这意味着我们可能掀开的是一个埋藏了50年甚至更久的秘密。黑妞，帮我个忙，你以黑猫形态混进青山坳矿区外围的拾荒队伍里。宁姐去那里干什么？那地方又荒又危险。你去听老拾荒者闲聊，留意矿区有没有异常，比如夜里有人进出，地底传来怪响，或是有人见到不该出现的东西。这事事关多条人命，又很重要。你能做到吗？我能。宁姐，你救了我，我帮你打听。
这是……矿道有人在用，还抬着带玄术会标记的箱子。苏月宁，我还在筛选，信息太零碎了。卓警官，不用找了，矿道有人在用，入口或许就在车辙印尽头。他们搬的东西带着玄术会的标记。你确定？有证据吗？我这儿有片现场带回的金属残片，你查一下编号对应的旧设备或矿区编码。再帮我设个局，引知情者现身。阿发，你放消息出去，就说有位外地老板有批南洋镇魂镜仿品，工艺精湛，想找有实力的买家一次性出手。看货地点在如龙酒店809房。哪位？老板，我来看货。听说这里有镜子看，东西不错，是南洋回流的路子。不过老板真要一次性出清，货主急用钱，想打包出手，图个省心。先生有兴趣？我是中间人，替上家看货。他向来对这类老物件感兴趣，特别是南洋相关的。不过老板，你这批货皮壳太匀了，真正南洋老宅出来的东西手感不是这样的。先生是行家，这批是民国仿，胜在这工艺精，全套齐。上家要是讲究，可以加钱找。价格？全套12面，一口价15万。价不低，我得回去跟上家商量。货都在这儿。大货在保险库，有诚意就明晚带钱来看全套。宁姐，这人有点不对劲，不像纯粹的古玩商。他根本不是买家，只是在试探我和这批货。黑妞，跟上他，小心点，看他去了哪儿，见了谁。苏月宁，你让我查的那个人有结果了，叫苏清江，住址在城北。我发现他的车在3起失踪案的第1现场附近都被拍到过。陈志彪出事前3天，他就在码头附近出现过。查他的社会关系，尤其是和苏家的关联。户籍显示，他是苏家的外房远亲。近几10年几乎没有往来记录，但是15年前，他因经济纠纷被告上法庭。当时的辩护律师是苏氏集团的法律顾问。卓警官，看来我们找到活线了。这条线一头连着矿道里的秘密，另一头可能就缠在苏家那棵大树上。我打算进去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们需要更多准备，需要支援。等我们准备齐全，可能什么都晚了。所有这些线索都指着那里，黑妞也进不去，这意味着里面藏着的很可能不仅仅是犯罪证据。时间、地点，需要我带什么？明晚子时，青山坳山脚洞口，带上你的家伙，还有
尽可能多的强光手电和电池。我们要面对的，可能不只是人。开凿痕迹很新，有人重新挖开或者一直在使用的密道。进去后尽量别出声，跟紧我。别动。这是什么？锁魂困龙阵，一种禁锢阵法，排斥一切带有阳气的实体闯入。一旦触发阵法的攻击机制，那怎么过去？黑妞是灵体，本质属阴，这阵法困阳不困阴。只要不主动触发攻击符文，她能过去探路。灵姐，里面有个很大的溶洞，洞中间台上放着7个纸人，围成一个圈儿，其中一个纸人的脸长得和你很像。怎么了？黑妞看到什么？祭坛上有7个纸人，其中一个是我的样子。果然是这里。我们怎么进去啊？阵法有脉络，找到2条主脉之间的缝隙，理论上可以穿过去。替身之鬼，是想连我的命格也一并偷换过去吗？以血为引，以愿为契，封阵于此。今朝接猎！小心！阿发，手电，最大光！苏玉宁，冥丹，真的有冥丹！你在上面。果然是在等。那边有声音，会不会是陷阱？那7个纸人还没动静。卓医生，你守住这里。黑妞，你跟我来。这里情况不明，你还分开行动。如果真是怨魂，可能就是整件事的另一个关键。而且，我总觉得那呼吸声是在求救。手谭童，活人被炼成阵眼，魂体禁锢100年，以自身怨气维持阵法运转。
你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？我是阿春，娘叫我守着钥匙，然后把我的骨头磨成粉撒在7个坛上。好痛苦，我想离开这里。为什么？娘！代偿契约。原来100年前，最初的施术者是你母亲。铜钱真魂，阳气暂驻。别怕，看着我。钥匙在你脚下，你走的每一步都在唤醒它。这血有生气。苏月宁，快出来！ 7个纸人动了，每一步都在唤醒他，他到底是什么？宁姐，刚进去，石碑就开始发光。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锁魂困龙阵的反噬，我们触动石碑，阵法启动了防御机制。这些纸人模仿我们意识里最恐惧的人，来攻击我们。孽障！苏家没有你这样的不孝子孙，你不该出生。 眼睛是祸根，苏月宁，别听他们的，那是假的。擅闯龙庭，惊扰沉眠，按律魂锁于此，永世为奴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定。这是快，只有3席。里面的人，我们是警察，立刻放下武器，死！走！你怎么样？姐姐，快跑！他醒了。洞内发现异常结构，请求指示。苏月宁，现在怎么办？墓已经开了，里面到底是什么？那些黑衣人已经冲进去了。 苏月宁，你干什么？我苏月宁，以苏家承脉之女的名义，承100年血脉之痛，历亲族厌弃之辱。今日以地药为凭，以我双目为证，启苍渊龙庭之门。苏月宁，两个宁姐。 回家上月宁，月怎么了？玉魄归我，这是我陈家的东西，你们苏家是强盗、土匪。 玉魄归我陈家，此恨此怨刻骨铭心。纵焚尽族谱，断子绝孙，此事不消。快，趁灵性未完全消散，将其融入我苏家的镇宅符胚体。 从此玉魄易主，气运归苏。
苏月宁，醒醒！医务兵，快叫医务兵！原来是这样，玉魄是抢来的，是陈家的。我做的那些梦，不是先祖警示，是他在叫我找真正的主人。苏月宁，告诉我怎么救你？那玉，那棺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卓思远，你现在看到的才是苏家镇宅之宝，真正的样子。100年前，苏家抢了陈家的传家玉魄，灭人满门，把玉魄据为己有，又怕陈家冤魂和玉魄原主反噬，所以他们需要身负苏家血脉又足够特殊的女子，用他们的命和魂替他们镇压抢来的福泽，也镇压底下一直存在的怨气。我娘是上一个，我是下一个，名单替换都是为了找到合适的钉子。我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我不但流着苏家的血，我的眼睛还能看见这块玉真正的家。这是在指向另外半边的埋骨之地。东西应该在里面。那里有阵法残留，还有东西把守。果然是这里，玉魄的另一半，当年就藏在这儿。不好！等了3代人，终于等到一个看得见的苏家人。鄙人居然当陈家最后一代守护人陈九金。我祖父陈守业，巨源当的东家。你苏家说我祖父私吞了客人的物件，那他临死前为何抠着眼珠，用血写下苏家女儿的眼会流血认亲？陈九金，你祖父的遗言或许另有隐情。隐情？你们苏家抢我传家宝，灭我满门，还把我祖父的魂魄封进玉里。如今你这苏家后人拿着我陈家残玉闯我地窖，竟跟我说另有隐情。你想用我的血和这残玉强行唤醒你祖父的残魂？不错，以苏家嫡女之血破开玉魄封禁，用你的眼见证我陈家冤魂鬼位，我要你们苏家世代铭记此痛。你要我的血认亲？好，我让你认个明白！什么？居然反噬了？对，就这样，用你的真实之眼共鸣解开封印，让玉魄里所有被苏家害死的魂魄全都出来。陈九金，你只知苏家抢了玉魄，可你知道他们为何非要这块玉不可吗？你照出来的恐怕不只是你祖父的魂。张大叔快死了，我能看见他肺里长满了黑色的虫。旁之贱婢，竟敢偷学嫡系秘法真实之眼，此等神术，岂是你有资格继承？可我看见了，我能救他。放肆！来人，拖去后院家法处置。若有后人能见此景，请替我们替所有被夺走眼睛的旁支讨个公道。老东西，你孙儿若敢有半点复仇的念头，这就是他的下场。
我陈家要你们苏家世代代都记住：玉魄不灭，冤魂不散。哈哈哈哈！苏家的女人为我陈家百年冤魂跪下赎罪。我娘为了我在苏家祠堂外跪了7年，我的先人被人活活剜眼焚尸。现在你们想让我再跪一次？我是来认罪的，我是来犯案的。你做了什么？这阵法怎么会？你等的人不是一个复仇者，我是拯救那些冤屈灵魂的人。不可能，这阵法不该是这样。这是……这是玉魄残篇里所有的记忆和因果。7处，另外7块残玉的位置能直接感应到了。你没事吧？我们在外面感觉到很强的能量波动。啊！宁姐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你昏了整整3天。这是……主人，你昏迷时，残玉的力量完全融入你的血脉。以前动用真实之眼，像是强行撬开一扇门，每次都感觉生命在流逝。现在好像它原本就是我的一部分。玉魄根本不是苏家的至宝，而是一个恶毒的容器。苏家100年来不断寻找带有真实之眼的女子，培育这种力量，然后收割。我娘为了不让力量成熟，不让我被盯上，选择了自封记忆，促成了早逝。苏月宁，阴系之门开启的条件即将满足，苏家那些人很快就会倾巢而出。你昏迷时，香里岛周边海域监测到微弱的地震波，源头大致指向外海。另外，有几个注册在海外的基金会，都是亚洲的古老家族，其中就有苏这个姓氏。海外不过是幌子，有些东西一直就在我们脚下，只是没人看见或者被当作传说。我的眼睛不再只是看穿过去，还能感应到同源力量。残玉指向的地方不在路上，而是在海底。香里岛东南，那里有什么东西在等待我？我妈用命给我换来的时间用完了，接下来该我去找他们算账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们需要一张入场券，光知道在海下可不够。谁？是我，林博。月宁丫头醒了吧？我有东西要交给她。脸色还有些差，但眼睛里的神采回来了。林伯，您怎么来了？还知道我这会儿醒？我哪有那么神？
是黑妞前天夜里溜到我那儿。这东西我本来打算带到棺材里去，可这几天心里总不踏实。我想是时候把它交出来了。这是？这是堕龙皮，是我老伴儿祖传传下来的。他临终前告诉我说，如果将来有一天苏家有人回头来找，就把这个交给那个眼睛最亮的苏家人。这个位置和你查到的地震波区域是不是大致吻合？误差不超过5海里。林伯，尊夫人有没有说过这地方具体有什么？他只说那是艘吃人的铁棺材，沉在龙王都不敢去的地方。阴系之门需双瞳血迹，玉魄为实，地脉为引，方现真形。双瞳血迹，这难道是指？是指我这双眼睛打开那扇阴系之门。至于门后是什么，恐怕连苏家先祖都未必清楚。他们贪婪地想要门后的力量，却不知道自己在玩火。东西交给你了，丫头，怎么用你自己决定。我老伴儿留话时说，那扇门如果要开，开门的人必须是想把它关上的人。卓思月，你能弄到潜水装备或者小型潜艇的支援吗？只要能在目标海域外围提供接应和侦察就行。非常规手段可以申请，但不能保证及时。你想主动下去？不然呢？等他们准备好来请我下去献祭吗？有了这张图，我们就有了先机。我们要先下去看看，里面到底藏着什么。吴伯，七丁归位，守门人齐聚，龟甲藏骨称，今复你，望慎重。目之极，见幽冥；血之尽，通生死。这像在描述真实之眼的终极形态。此书记录香里岛离奇命案与失踪案。宁姐，苏家租了2艘改装快艇，果然沉不住气了。他们人多装备好，咱们就去码头找艘靠谱、机动性强的小船。今晚就咱们下海，并非硬闯，只需探查他们进度，备好简易潜水装备、朱砂与符纸。或许封印此门，终究要付出代价。快到了，只是此地静得反常。宁姐，是苏家的巡逻船。他们果然守着，标记与我的眼感皆指此处。3船呈3角封锁沉船上方，似在协同水下做法。把船再靠近一些，到他们的边缘，然后熄火。我要下水。下水？这太危险了。下面情况不明，我要用眼探查，他们或已开启入口，正在施行仪式。妞妞，留在船上护住阿发，若有异动，或我久未归，便去找卓思月。主人小心，水下的气很乱，有很多不好的东西。
这是……还有生命迹象，不可能，他早已被钉死100年。难道祭品是为孕育邪物？我的颜与血，竟是用来催生？抓住他！要活的，仪式不能中断。妞妞，通知卓思月，位置确认，他们在进行最终仪式。我被发现了，他正在突围。这是……这些骸骨都是历代失败品。这个玉盘……窃取阴阳之力，须以血亲之嗣代代续继，以魂补系，以血养药，方可为继。原来如此，苏家是上古窃贼后裔，我们生来便是填补先祖破开的缺口。说得不错，苏家荣光皆奠于历代女子献祭，若无你们，便无苏家底蕴长存。爷爷，是你？怎么可能是你？你明明……意外吗？我隐忍多年，只为等候时机。振邦等人不过棋子，我才是幕后之人。你比你母亲出色，她宁毁己身也不肯做钥匙，我便只能令她疯魔。但你不同，你双眼觉醒，更融合玉魄，纯度空前，正是为此而生。时机已到，那位感知主要线士一言急不可耐。月宁，履行你的宿命，去见苏家世代供奉的真神。自你降生，我便步步布局，逐你出门，令你身陷绝志，皆是为磨砺心智，催你双眼觉醒。没想到你竟修成玉眼合一，真是意外之喜。你们贪图成长生力量，残害世代亲人。我母亲怎么死？是不是你害的？你母亲不识好歹，被选中是她的荣幸，她却想带你逃走。我只能让他安分下来，至于他的死，不过是灵力耗竭罢了。但你不同，没错，你的双眼便是终极主要，以你开启迎人门后使者。而我将作为守宫之臣，获得超越凡俗的奖赏，真正的长生。孽畜也敢扰局！警察，不许动！放开他！凡人也敢在神域放肆，振邦！看清了吗？这便是差距。我们欲驾驭规则，寻生为之路，而你就是那把钥匙。不要再抵抗了。拥抱你的命运吧！休想！我就算毁了双眼，也绝不让你得逞！完了，阵法已起，由不得你愿不愿意。
那是什么东西？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快了，永生之门将为我动起。永生，不过贪生窃贼，妾不该窃之物，却累世代子孙以命相填。你所求从非力量，不过畏惧生死，活成了比鬼更恶的怪物。休得狡辩！等你沦为祭品，看你还如何逞口舌之快！那就让你看看最后的反抗！不可能！你怎能挣脱血祭契约？月宁，别过去！拔掉我心头，是我真身。住手！你不能！我帮你解脱。宁儿，传承交于你了。何魂？你竟敢与他残魂相融，可知此举后果？那里面是……如今该清算你我的恩怨了，爷爷。怪物，你竟敢与失败者残魂合融！你可知里面是百年怨煞与残缺泄力，你根本承受不住！哼，不过也好，借他愿力淬炼，炼化你，效果反倒更佳。怪物，比起靠吞噬生命苟延残喘的你，谁更像怪物？我看见了，你所谓的长生，不过借玉破立约，窃取他人生机，修补自身腐朽。一派胡言！振邦，启动备用阵眼，压制他，将他重锁关中。清算的时候到了，窃贼！你竟引动地脉阴气！你疯了！这会毁掉一切！毁掉的唯有你这异类。今日便让你尝尝地脉阴火反噬之苦。不，我的兵线，我的修为！停下！快停下！不，我不甘心！百年谋划永生之门，阴隙一开，你们都得陪葬。月宁，你怎么样？他……带他上去，他所知远不止这些。苏家、玄书会、涉世之人，一个都不放过。不好，门横已破，裂隙不稳，有异物欲越界，速速封印此地！退后，不要接触黑雾。宁姐，这船还能动，我们撤吧。那是什么？阴系之物，以百年苏家女子性命喂养，来自门彼端。不要管你看到的，即刻撤离海域，回去调集众火力，炸除此地。它无实体，是裂隙与怨念聚合，炸之不灭，堵之不住。一旦现世，香里岛无人可活。那就让他们去想办法，轮不到你一个人去送命。卓医生，你知道这东西为什么会在这时候出现吗？苏宗岳死前触发百年契约，引他现世，只因我身承残玉之力，容有玉魄印记。我就是这扇门唯一认的
唯一想吞的祭品，因为那些债本来就记在我的血脉里。谶语只是古人的猜测，未必是你的结局。我能见裂隙中的亡魂，皆是百年献祭的苏家女子，我身拥有她们最后的力量。我名月宁，母亲说月落深海方成归路，如今便由我为众生铺路。苏月宁，苏月宁，你醒过来啊！你还欠我一个交代。卓医生，沉船结构在快速解体，请立即撤离该海域。重复，立即撤离。明白。卓医生，你真要辞职啊？手续已经办完了。可是，不干了多可惜。医生身份反倒碍事，况且他要讲述老物件的故事，总得有人为他寻物。你们怎么都瘦了？你睡了7天。7天，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以前是用眼睛去看，现在是用这里去听。站那发什么呆？我这小档口可开不起工资，不需薪资，管饭便可。阿发说你的煲仔饭不错。随便你。光绪15年陪嫁所，主人16出嫁，年3守寡，寿至79，终生陪戴，无怨，唯有不舍。这是外婆之物，我母亲说传女不传男。旁人嫌旧不值钱，我不问贵贱，只想知他此生可好。他一生不易，却心无怨恨，留所给你，唯愿你平安。西贡送来一桩悬案，是15年前失踪案，家属寻得遗物，邀你遍查线索。警方现在直接转接给你了？我签了顾问协议，按件收费，线索归你，我只跑腿写报告，你分70%。卓警官，你这跑腿跑得可够勤的，3个月没休过1天假。卷宗留下，下午看。雨夜，当铺柜台，一个男人当掉祖传怀表，鞋底磨损不均，他左腿有旧伤，当过码头搬运工，可以从那边查户籍。3月之间，你破11桩悬案，渡27冤魂，乡里港悬门皆知苏籍。你想说什么？那些太好心神、涉及危险的，可以推掉。我知道，可这些冤魂苦等已久，我多接一案，便能令其一早安息。因系闭合，宣书辉海外据点遭卓思月联手国际刑警重创，一切终将尘埃落定。
3年。土地管理处那边的预约批下来了。下午3点，苏家老宅。知道了。苏小姐，此地全属苏氏宗族，拆除改建需全体共有人签字，但现任家主苏振邦在押，其余共有人或失联，或已放弃继承。不需要拆除改建，我只是来取一样东西。签字的文件我会让律师补全，今天只是来看一眼。旧债到此为止。近1周，乡里港频发异响，猫狗反常，全队空墙狂吠，猫不肯入室，飞鸟频撞笼。你在瞒什么？没有。从3天前开始，你每晚在天台待到凌晨2点。黑妞的耳朵一直对着东南方向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，但地脉在动。你也梦到了，对不对？海洋研究所的朋友给我传了一份数据，近海海底磁池过去3个月有7次不规则染动，震源位置和你当初沉船封印的那个坐标误差不到300米。周期是多长？初步分析，扰动呈现约1075天的近似周期，第一次记录是3个月前，往前推是3年前。月宁，你早就感觉到了，对不对？封印没有失败，但他只是关上了门，那扇门还在那里，每隔3年会冲击一次封印。老爷子死前说的不是疯话。3年不是倒计结束，是他每次睁眼的时间。海洋研究所发来的最新地磁扰动报告，你看看。有件事，我瞒了3个月，那扇门没有真正关上，我只是给它加了一道锁。这道锁能撑多久，我原来不知道。3个月前收到那枚扳指和字条，我才知道周期是3年。3月后，系阵会再次冲击封印，规模会比上次更大，裂缝会更难合拢。那我们能不能再封一次？可以。再封一次，需要消耗的力量是3年前的3倍。封印完成后，我会和那扇门永久绑定。3年后它会再次冲击，我需要投入更多力量，再封3年，如此循环，直到我被彻底消磨在那片夹缝里。那不就是永远困在里面？你刚才说再封一次，那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？这扇门的本质是1000年前那个大祭司用禁忌仪式强行撕开的伤口，要彻底解决，只有把撕开伤口的东西连根拔除。阴系是他伸进来的爪子留下的裂口，
裂口彻底愈合，封印就不再需要了，但那意味着要进入他所在的地方。那地方在哪里？不知道。老无头的手札里没有记载，但有确定的是在那只眼睛睁开的地方。这都是苏家欠的债，我身上流着他们的血。我额心这枚玉魄，是用期待被献祭女子的残愿铸成的。3年后，我会下海，去找那个裂隙的源头。如果能找到，能关上，这件事就彻底结束了。如果找不到，3个月前你跳进那道裂缝，我们在甲板上只能看着。你能不能这一次，让我们自己选？宁姐，我跑腿打听消息，这一片没人比我熟。你下海总要有个人在岸上接应吧？3年后我也跑得动。我可以申请远洋水文调查的资质，我们有1整年的时间准备。傻子。苏小姐，这是鲤鱼门托我捎来的，说是老无头走之前交代的，如果你没离开香里港，就把这个给你。此物名为海航司南，乃古时船队用于探查海眼、避让暗流的秘器。你既决心要走那条路，此物或能引你一程。真正的钥匙，亦可是锁匠，抉择在你，丫头。 3年，不是倒计时，是准备时间。你也感觉到了，从7天前开始，他便开始灼热，他醒了。宁姐，海图都装好了，卓警官说明天一早可以出港。知道了。海洋研究所今早发来数据。 地磁扰动频率变成12小时一次，震源深度在抬升。今天凌晨是海床以下50米。他在找我。你现在过去，就像把自己送到他嘴边。3年前你说要去找源头，我以为3年时间够你反悔。你看我像会反悔的人吗？不像，所以我也没准备退路。这次是去找源头，能关就关，关不掉，至少把他推回够深的地方。 让下一次细震晚一点来。如果你回不来，黑妞、阿发他们，我会照顾。警署那边悬案我会继续接，按你的法子查。如果你回来，这些事就还归你管。你掌舵。这次是我自己走出去，能不能回来？能。你说过，你妈给你取名月凝，是希望月亮落进海里，会凝成一条路，路是让人走的，不是让人留在海里的。阿发，还有多久到？按这个航速。 天亮前能进1场海域外围。宁姐，那东西它到底想干什么？就为了吞你？他是为了归位。3年了，我一直没想明白一件事：他如果只是想吞噬祭品，为什么要等3年？因为他是在等我长成适合的样子。3年前我融合了7残玉，是100年来第一个真正完整的钥匙。我额心这东西和深海那东西是同一扇门的2面。 他要我带着这枚玉魄走到他面前，门才会真正打开。你知道这些，还是要下去。3年前我跳进那道裂缝，不是因为他召唤我，是因为我想关上它。3年后也是一样。他是100年前被人撕开的伤口，我是那个负责把伤口缝上的人，仅此而已。
刚才捕捉到一个巨大的水下物体轮廓，位置坐标和镇元中心完全重合。是沉船吗？是。3年了，他没有消失，他在等。天亮再下。天亮他会潜得更深。12小时后，他会完全锁定我的位置。你愿意在甲板上看我被拖进海里，还是愿意在下面和我一起找那条裂隙？如果明天日出我没回来，你们就返航。以后有人来问变物，你们看着办。宁姐下水17分钟了，卓医生的信号还在。黑妞，怎么了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宁姐，卓医生，海面上。知道，你们放心，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动作。你早就知道是他。3年前封印那道裂隙时，我以为是门；3年后收到那枚扳指，我才明白那不是门，是眼睑。 100年前，苏家先祖从你这儿偷走一缕细粒，现在我就是为了物归原主才来到这里。下面有玄书会的残余，3年前他们躲进裂隙遗址边缘的避难舱。你跟我下去，可能会死在这里。如果我出事，不是你的责任，是我的选择。 这不是苏家的手笔，此乃1000年前那位大祭司所建，亦是门的第1代锁匠。这是。 对不起，妈妈不能看着你长大了。苏家说你不祥，说你的眼睛会招祸，可我觉得你的眼睛很好看。我将这枚玉魄封入你眼，是为护你，待你能自如运用时，便已是足够强大。那时候，如果你想回来，妈妈在这里等你。 他是苏家第1个试图关门的人，他败了，我替他走到底。这里是真正的总坛，先前那个是复制品。不只是总坛，是源头。等了3年，你终于来了。苏宗岳虽败，可他说的对，你是100年间最完美的钥匙。 见上你恶心玉魄于主，他便会宽恕我等失败，赐新生。你听见了吗？他在哭。你们祭司跪守1000年维系裂隙，他却只想要其血脉，来缝补自身创口。你们听闻的神音。 不过是他的痛楚之声。住口！你懂什么？你侍奉之物，3年前便该被我封印。 今日，我来终结一切。
需要我先进吗？他不会伤害我。他等了3000年，不是为了杀我。这个图案，我好像见过。这是什么？原来那眼不过是1000年前被野心家强掳至此，困于裂隙彼端的囚徒。苏家先祖为赎己罪，将他奉作神明，以族中女子性命世代喂养。1000年囚禁，他只为等一个能真正开门的人。3年前在此与残魂相融，原来并非夺取，而是归位。1000年来被你们奉若神明，他不求成神，只求归家。可他回不去了，裂隙开启1000年，彼方早已被时空乱流吞噬。即便我刺客开门，他也无家可归。他并非神明，只是迷途1000年的游魂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封印仪式自带的屏障，你本就不该进来。那你呢？你就该进去吧。我是钥匙。卓思月，封印一成，墓室便会沉没，你仅有3分钟撤离。你是我唯一不后悔认识的人。来吧！宁姐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只是想回家，可你的家并不在此。裂隙多开1日，便会有更多人以人命填它，养它，利用它。欠债的已经死了，我不会让他的债继续滚下去。这是……虽然玉破碎裂，但他不会再醒。苏家后人再无需以命相填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本来就没什么力气，氧气罐还坏了。宁姐，我刚泡的茶。宁姐，那以后咱们还接活吗？接？为什么不接？招牌还在，房租照交，黑妞的饭，你们的工钱，哪样不花钱？太棒了！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当然是苏记变物，准备开张。